有5道罪孽亡魂逃离了冥河，你必须将他们带回，让他们的执念归于冥河。他的身上没有罪孽，这是我自己的血。神使大人，您能带我去找我女儿吗？之后，我愿意和您一起前往冥河。你身为死神，本该引渡亡魂，却将他们囚禁、受尽折磨，这是你的罪孽。最开始，众神并没有留意到死神的异常，众神都恪守创世赋予的天职，让圣魔大陆正常的巡回流转。直到这片大陆突然频繁爆发灾厄，死亡已经打破了创世设定的生命平衡，众神这才发现，死神早已在死亡国度里封印。他不仅没有将亡魂送往生之彼岸进入巡回，反而将他们都囚禁在冥河中，受尽痛苦与折磨。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，他们只知道，这个掌控着圣魔大陆生死权柄的神，背叛了创世赋予他的天职，成为了一个堕落的神明。圣采儿，你是来完成我的考验，成为死神的，怎么敢忤逆本神？你根本不配为神！愚蠢的凡人，你懂什么神明？幽影瞬玉煞。这才是神明真正的力量，和之前老师指导对战的死神神念完全不一样。和他的神力相比，我的攻击都毫无意义。蠢货，竟敢破坏本神的计划，还敢质疑本神！你们这些愚蠢的凡人，还在用灵力做标尺，而神明早已是度量一切的本身。是不可忤逆，万事万物都休想逃脱神灵的掌控。老师说过，神明之上是规则的战斗，驾驭规则的力量的确无法用灵力作为标尺来度量，或者说，这标尺已经失去意义。但若如此，神明为何也会有强弱之分？又是什么在度量神明？小打小闹结束了。神威，虚气。净化之玉，盛世莲花。
以为在自己的领域里就能有优势，凡人的力量在神力面前不值一提。但我也有神明赋予的力量。死神七诀，第5诀，死之境。用我的赐予来杀我，愚蠢至极！我们力量的差距究竟在哪里？是什么力量让他成为了神明？又是什么力量成为了我？是无尽黑暗中的折磨与煎熬，是我的痛苦。这一路的痛苦化作的力量，才是我的死神七诀。死亡之路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能伤到我？必须杀了他！你永远不可能超越！好强的威压！我将收回赐予你的一切，包括生命。你的痛苦，你的力量，都将不复存在。这便是你忤逆我的代价！坚持不住了！这么还要持续多久啊？为什么死了也得不到解脱？有没有人能救救我们？无论多么炽烈的情感，多么不甘的执念，都会在冥河中忘却消解。原来这就是死神的力量来源，因死亡的绝望而诞生的无穷无尽的痛苦。如果我们的力量都来自于痛苦，那我们之间唯一的区别，就是我知道我的痛苦是为了什么。居然想吸收冥河里数千年的死亡之气，圣采儿，你根本承受不了这一切。这是连神明都无法忍受的痛苦，你的凡人之躯只会撕成碎片。你这种高高在上的神明，又懂什么是痛苦？上代雄为之子前辈，只有经受最极致的痛苦，才能得到我真正的传承。圣采儿，你还不错呀。来吧，让这个家伙见识一下何为最极致的力量。
传承者小偷，也敢反抗我，上采儿！你以为仅凭这些痛苦就可以击败我，击败生灵吗？不是痛苦，而是整个冥河中6000年所有亡魂的痛苦，转化成的我的力量，守护我所爱之人的力量。这力量，逆噬山。干得很好，我的神眷者。你是死神？你杀死的是我堕落的部分，我是死神留在这世间最后一丝清醒的神命。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，毕竟当初选中你的是我。小彩儿，你愿意成为我的继承者吗？我可以给你强大的力量，去保护那个你想保护的小男孩哦。我一直在等你来杀掉我。什么？小彩儿，你觉得死神是什么样的？很痛恨什么？毕竟，死亡令万物恐惧。可最初，我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给生灵带去痛苦和恐惧。众神赐予万物生命，而我赋予生命重量。因为有死亡，生命才显得弥足珍贵。可6000多年前，我却忽然感知到了这片大陆的毁灭。那是一个世界的死亡，它庞大、绝望，连神也无力抵抗。我心生恐惧，便不配为神。于是我堕落的部分乘虚而入，它代表着死亡与痛苦，由它执掌。死亡国度的秩序随之崩塌，而我早已无力解决，所以我选中你来杀掉我。我要你成为新的神，去斩破这个牢笼，净化这个世界，重启死生轮转的法则。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是可以将死亡的痛苦都化为深刻爱意的孩子。成为死神的继承者，你将付出死亡的痛苦，你愿意吗？当然，因为我要保护他。长大后的我，实现这个愿望了吗？我们和他很快便重逢了，从此永远在他身边，再也没有分开。太好了，这样我就有勇气继续失恋了。谢谢你一直以来的坚持，也谢谢你一直这样爱着他。但现在，我想将这份爱转化为对这个世界的爱意，因为他的心愿就是守护这个世界呀。我没选错人，
只有深刻的爱意，才能超越死亡的痛苦。来吧，旧神该退场了。神权更迭，天神即位。那段最黑暗的时光，是他给了我力量。死亡之神，去吧，去斩破一切。这次我要为他斩破一切。原来，这才是死亡国度真正的样子。你就是金神吗？好温暖。原来死神的手不是冰冷的。痛苦消失了，我们被解救了，我们解脱了。我们终于自由了。谢谢你拯救了我们，金神。彩儿，成为神明后，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死神之力的两任传承者，倒是完全不像呢。难以置信，人类居然能拥有这样的力量。你打败了我，你想成为新的死神吗？成神？我打算去其他位面逛逛，有缘再见了。
之力量，足以弑神。我没选错人，只有深刻的爱意，才能超越死亡的痛苦。神权更迭，新神即位。这次，我也要为他斩破一切。自人类开始吸纳万物灵气时，他们所获得的力量便发生了质变。拥有10点灵力，便能斩断巨木；而拥有10万点灵力，就能阻挡天灾。但即便他们能突破极限，修炼至100万点灵力，才刚触碰到神明的边际。他们将始终无法触及独属于神明的规则之上的力量。只有成为真正的神明，才能控制四季，重塑世界，决定整个世界的命运。而想要成神，就必须踏上登神路，经受神明的考验，也要接受这片大陆曾经存在的所有神明的评判。他们便是神明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投影。龙浩辰，我的神眷者，将由我为你开启成神的考验。想要获得神明之力，每个人的路途都不相同。在你踏入登神路时，一个只属于你的全新的世界就被创造了出来。只有在这个世界中获得属于自己的神格，才能成为神明。那要怎么做才能获得神格？当初，在我进入考验世界时，我只是一块石头，却又不只是一块石头。通过一次次与万物接触、模仿，我成为了每一个他们。终于，在经历了他们的生命历程后，我在光明最深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神格。但我的经验对你来说可能并不适用，因为你最终要经历的一切，必然和我的不一样。龙浩辰，希望你能成为新的光明之神，为圣魔大陆带来光明。太阳啊太阳，不要西沉！黑暗啊黑暗，不要将我们吞没！我们虔诚的希望，虔诚的期盼，期盼传说中的救世主能够出现。是救世主，
救世主真的降临了！老人家，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？请您遵循这枚火种的指引，前往太阳下沉的西边，一路集齐5枚希望的火种，点亮这个世界吧。这就是我的城市考验，必须抓紧时间了。真期待啊！如果他能成为光明之神，光明之神，什么人？这种低等神明有什么好当的？天谴之神，童子们，别搞错了，我可不是我那好脾气的哥哥。不过，现在我要去帮他了。天谴进入了龙浩辰的考验世界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先不要担心，每个考验者踏入的世界都是独立的，互不干扰。就算是天谴，也不能对龙浩辰做些什么。是救世主！救世主吗？还从来没有人这么称呼过我呢。这就是你平常的感受？那你又是怎么看待他们的呢？悲悯、心疼、可怜、责任，都是些和你一样无聊的情绪。救世主大人，请您前往太阳下沉的西边，让太阳重新。我当然会去到太阳那里的。但一位神的考验，只会有一个终点，也只有一枚神格。他们最终一定会在终点相遇。天谴是想抢夺龙浩辰的神格，恢复神力。如果天谴之神回归，世界就将毁灭，所有人，所有生灵都会死。龙浩辰，现在只有你能阻止他了。传说中的救世主踏上了收集火种的旅途，他在净空的飓风之地跃下深渊，获得了勇气的火种。在无尽的迷途之里，锲而不舍，获得了信念的火种。他在颠倒的镜像之地，冷静沉着，获得了智慧的火种。终于，只差最后一枚了。但与此同时，毁灭也在朝终点逼近。这样收集太慢了。
只差1枚火种了，哥哥。这就是第5枚火种所在地。这枚火种的考验是什么？考验者，你为什么来到这里？为了照亮这个世界，成为神明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证明给我看。神明之下的存在，比第4星冕的堕落半神还要强上许多。继续战斗没有意义，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你很强，有资格获得第5枚决心的火种。推开那扇世界之门，火种就在门后。面对的是整个世界。想要推开世界之门，你必须肩负起整个世界的重量，整个世界的呼吸，整个世界的意志，整个世界的愿望，整个世界的未来。世界是重吗？这重量何其之重，能将你粉身碎骨，你是不可能推开的。我有一位非常敬重的长辈，他教给过我一个道理：只要是为了自己真实的世界，为了自己真实的一切，怕是如山之中，也照样可以翻动。怎么可能？而我答应过他，我会肩负起整个人类的未来，我为此前进、战斗，并且绝不退缩。如果一定要有一个人背负起这一切前行，那就让我来。我决心背负世界。
火种全部拿到了，接下来只要让太阳升起，就能完成考验，获得神格了。神谷微霞，辛苦了，哥哥。你是天谴？这还是第一次和你正式见面呢，哥哥。最后这枚火种，你的神格都是我的了。神印化铠。我们俩只有一个人能成神。龙浩辰希望你能成为新的光明之神，为圣魔大陆带来光明。光明之神，这种低等神明有什么好当的？这就是我的成神考验，必须抓紧时间了。考验者，你为什么来到这里？为了照亮这个世界，成为神明。最后这枚火种，你的神格都是我的，我们俩只有一个人能成神。最后这枚火种，你的神格都是我的了。一条登神路只有一枚神格，我绝不会让你成神。神印化铠。三剑，创世生灵。还算你聪明啊，哥哥。不过你抢到火种又有什么用？在我面前，你根本不堪一击。你以为我真的不会杀你吗，龙浩辰？交出第5枚火种。即便还没有获得神格，力量也没有完全恢复，他也强得完全超越我的认知。百万灵力在他面前如同沙粒，神明之力在他眼中如同草芥。这就是天谴之神吗？你帮他打我，哼，太可笑了。皓月，你的力量都是来源于我，也敢忤逆我？
费劲了，哥哥。你成神不就是为了打败魔神皇？我帮你，把神格给我，带到天谴之神重临世间，诸天神魔在我面前也不过蝼蚁。光明自然，万寿，苍穹，四方神力加诸汝身。如果让你成神，这个世界只会迎来更大的毁灭。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。永恒三剑，永恒星辰。四神加身，有趣。但你还是低估我的力量。看好了，这是我第一次挥剑。这下你清楚我和你们的差距了吧？现在把你的火种交出来。我已有4枚火种，凝聚神格只差最后的第5枚，剩下的就留给你了。当我回归，众生皆需服侍，恐惧。一旦天谴之神凝聚神格，成功回归，整个宇宙、整个世界都将迎来毁灭。别忘了，我还有4枚火种。你做了什么？若我不能成神，那你也不可以。这个疯子！火种燃尽，成神的可能彻底消失，这个世界也要崩塌了。你就一个人留在这里吧。失去了一切，什么都没有的你，要怎么去完成你的愿望，拯救你的世界？龙浩辰，火种熄灭，你的考验已经失败了。火种不可以再次点燃吗？没有人能够重新点燃熄灭的火种，那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就像是捡起一颗颗的沙粒，将没有边际的海洋填平。离开吧，龙浩辰，你失败了。
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不，我可以失败，但我不会被打倒。龙浩辰，你留在这里，又能做些什么呢？天谴放弃了，可我不会。于是龙浩辰在那里站了很久，他似乎一直在寻找某个答案，直到他问出了超出我们所有人预料的那个问题：世界上第一枚火种是从哪里来的？有一个流传了不知几百万年的古老传说，传说世界最初的火种就来自这片无垠沙海，它点燃了世间第一枚神格。然而，从未有人或是神明能验证这个传说。你想要找到火种，在这无垠的沙海中，每100年的光阴才能遇见一颗金色沙粒，每100粒金沙才能化成一颗渺小的种子。而哪怕有1万颗这样的种子，也只有唯一的一颗才能被点燃，成为真正的火种。这将是一段漫长到不可估量的旅程，即使是神明也会衰老，即使是世界也会熄灭。但是，等待与希望是人类最宝贵的智慧。龙浩辰独自在这片无垠沙海中行走，第1个万年，他遗忘了自己的名字；第2个万年，他遗忘了自己的过往；第3个万年，他遗忘了时间的刻度；第4个万年，他遗忘了故人的容颜；到最后，他甚至遗忘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，又要做些什么。但他还是一刻不停地往前走，因为有一样东西是他绝对无法忘却的，这份羁绊已经超越了一切。即使神明衰老，即使世界熄灭，即使过了无数个万年，也绝不会被龙浩辰遗忘。真的做到了，他将那些熄灭的火种重新点燃了。这是从没有人或是神明能做到的事。龙浩辰，光明之子，我见证了你始终如一的光明之旅。与世界而言，
你已是当之无愧的光明之神，但你的决心和意志早已超越了光明。你获得的神格是这个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光明与希望神格。自你决心执起救世之剑那日起，2800万次挥剑的锋芒铭刻于你的每一个长翼，3400万生灵因你重沐日月辉光。自你决心踏上救世之路那日起，这片大陆亿万生灵的期望压临你，5000道心伤覆盖旧痕，都深藏在你的铠甲之下。自你决心担起救世之责那日起，你手中的盾始终守护光明，从未变革；你手中的剑始终斩向黑暗，从未迟疑。2800万次挥剑，没有一剑是为你自己而挥出。当众神的余烬消失，你便成为刺破永夜的第一束光。如果有一个人能拥有这份力量，成为指引所有人、拯救所有人的希望，那个人只能是你。光明与希望之神。在众神陨落的200多万个日月变迁后，新的神命——光明与希望之神诞生。于是这个世界重新开始拥有无限的希望与可能。光明与希望之神，很适合你。拥有神格后，你便能使用永恒与创造之神业王座的真正力量了。这张王座还有其他能力，等着你去发掘。你的力量愈发微弱了。我本就是一道残存的神识，如今力量也该耗尽了，所以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，龙浩辰。而我最后要告诉你的是整个世界的终极。皓月，不对，这个气息是天谴。这就是天谴的本体。当初我因创造世界而力量耗尽，即将回归虚无之前，不忍世界走向毁灭，便以我的神格为代价，将天谴封印在这里。而皓月也罢，夺取你的神格也罢，
都是为了借此突破封印，取回力量。虽然这次已被你阻止，但终有一天，他会真正冲破封印，届时毁灭将再度降临整个世界。而封印他的位面，就是圣魔大陆。这也是为什么皓月会和你签订契约。冥冥之中，你注定会走到这一步。龙浩辰，你是这个世界诞生的第一位前所未有的神明，你是最特殊的那个人。我最后的使命已经完成。龙浩辰，接下来就交由你去拯救这个世界了。和你一样，我也深爱着这个世界。来吧，焚尽黑暗的永燃之火，照亮长夜的希望之光，将引领世界的心神，向万物昭告你的名字。无名，龙浩辰。